正德又叫人亲看，漂亮，传球性还是在的。哇，跟反哇，给他们破了，哇，你来这比赛了。波兰2米特种兵王来华叫嚣，放话自己要打10个中国选手，结果在擂台上还没嚣张几秒就被一拳打趴，之后更是当着全场观众的面被狂轰数10拳彻底打废。你们中国男人的力气就像娘们儿一样软弱无力，假如让我的女儿来这打比赛，也照样能把所有中国选手打废。别的比赛你们可以派10个中国选手上来，我一样可以清风获胜，不怕死的尽管来。这个嚣张放话的巨人拳王是来自波兰的卢卡斯，此人在波兰军队服役数10载，更是获得了特种兵兵王的称号。仗着在部队的特种兵经验，在拳坛可谓是横行霸道。这次来到中国更是嚣张，不但嘲讽中国选手，还更是放话要打10个。今天出战的中国硬汉名叫李龙，这场比赛是李龙自发出战。作为一名热血男儿，嚣张的外国拳王都打到家门口了，哪有不战的道理？李龙在赛前立下誓言，这场比赛一定会狠狠打飞这个嚣张的老外，为中国拳坛出气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左边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李龙，另外一边则是来自波兰的卢卡斯，特种兵兵王啊！我们从他的身材就能看出来，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但看另外一边，我们的中国选手李龙也不是吃素的啊，这身上还有非常霸气的纹身，不说的还以为是什么黑道大哥啊！开局近身的兑换，这样比赛的话是分为3个回合，每回合3分钟。先拼腿，李龙连续猛攻。前手先点一下，点到对手面部，对手跳膝，卢卡斯的跳膝，这一发右手拳打空了，对手还想向前补拳上勾，打入内围，近身搂住了李龙，不让李龙进行还击。这一套连招啊，卢卡斯是非常娴熟的，他非常善用于这种先攻再守的战术，去拿一些战术得分。但这样会让比赛的观赏性下降，可能也是特种兵思维啊，能赢就行，他不在乎这些过程。在赛前也是嚣张嘲讽，令我们中国观众还有中国拳手都非常的愤怒。李龙也是立下誓言，这场比赛肯定会狠狠教训一下这个嚣张的卢卡斯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对手前手先点一下，李龙中扫，中扫对手后手打出，一定要小心这种兑换的还击。对手又来跳膝，非常善用于这一招。近身换拳，裁判叫停。裁判有点眼熟啊，看起来有点像之前我们解说过的武僧一陈啊，长相是有点像的，可能是武僧一陈的表叔啊来当裁判了。右手的大炮拳轰出，打入近身，这边有个接腿的动作，没摔倒，对手靠着勒绳，算是缓了一波。如果没有这个勒绳的话，这一波应该是直接放倒了。那这样打出本回合的第1个击倒。正蹬，先踹一脚，对手换拳，李龙左右手重拳，前手再点，低扫再踢，又来跳膝。那这样第1回合看来要平稳的过去了。好，铃声敲响，那这样的话第1回合暂告一段落，马上开始第2回合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第2回合正式开战。在上一回合中，2位选手可以说是不相上下，但李龙向来是一个慢节奏的选手，现在慢慢要进入他的比赛模式了。开局是将对手直接打的啊，靠在勒绳处差点晃倒。其实在上一回合也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这边是一个转身高扫，非常自信的打法。李龙真的是慢慢进入状态，我们要拭目以待他的发挥。李龙继续向前逼近，对手高扫试图出腿，准备起腿侧踹，低扫先踢一脚，
又想起腿，对手有点不敢进攻了，看起来怂怂的。前手先虚晃一枪，来了高扫踢，给你一脚，正蹬再打跳膝再来，漂亮一发右手拳，打到对手的头部，直接给打晃了，太犀利了，这一拳可以说是稳准狠的一招。这边卢卡斯也是进入了一个读秒状态，裁判在读秒，看起来状态还可以，还能继续打，毕竟是兵王，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有的。好，那这样比赛继续。卢卡斯非常小心，一直在用左手拳控制距离，不想让李龙拼入近身。来了，李龙的重拳狂轰，躲到边角，重拳狂砸，连续轰入，连续轰入，又一次打出了读秒。裁判也是很快叫停了比赛啊！来看一下卢卡斯的状态还能不能打，还在读秒，还在读秒，这已经是连续2次读秒了。这场比赛的判罚还是非常严格的啊。好，那这样对手卢卡斯表示自己还能继续作战，那这样继续，但已经打出2次读秒了。李龙抓住机会，可以一波带走对手的。顶膝，顶膝。刚顶一下，裁判就给拉开了，破坏节奏啊！对手飞膝，但很明显啊，他现在的飞膝软弱无力，只能搂着李龙来暂缓进攻。比赛继续，李龙下潜直接躲过对手的摆拳，再次拼入近身。现在卢卡斯只能通过近身搂抱来打断李龙的进攻节奏。在出招这方面，他完全没有体力了，整个人还是懵的。脑袋已经遭受2轮的重创打击了，这边叫停了比赛，他的裤子反了啊！这边调整一下，比赛继续。调整下弹道也没啥用啊，被打到边角，又只能靠搂抱来拖延比赛的时间。李龙现在把握好机会，再来一波，很有可能就直接打出 KO 了。又拉开了，我们能看出来卢卡斯现在的战术就是死了命了，想要把时间拖完。在第2回合结束之后，他能有一个暂时的休息时间，说不定能找回自己的状态，这是他唯一期望的事情。所以现在他一直在通过搂抱来拖延整体比赛的节奏。这个招数很没意思啊，但并不违规。跳膝，一直在用跳膝，跳完膝之后搂住，补上一拳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裁判也是提醒他不能孤劲的膝顶啊，你不能连续孤劲膝顶。卢卡斯的鼻子也是流出了鲜血，被打出鼻血了。特种兵兵王在赛前的傲气在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了，现在只能狼狈的拖延时间，往后腾挪时间。好，那这样铃声敲响，马上开始最后一回合。这回合即将迎来终局之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回合终于要打响了。肖战的波兰拳王卢卡斯将在这回合接受命运的审判。来了，开局的跳膝，看来刚才的短暂休息还是给他恢复了一些体力。开局打得很积极，慢慢向前逼近。李龙前手拳先试探一下，对手立马躲闪开。上勾拳、补拳、组合技，来了，顶膝。卢卡斯前手再打，他非常善用于这种中距离的控制。李龙更是喜欢在近身的时候来一波狂轰滥炸的重拳狂轰。先防对手的高扫，其实打到现在啊，在这个重量级，其实2位选手的体力都是消耗很快的，只能说李龙自己的体力保持得更好一些，在目前这个阶段还能有一些非常有力的进攻。我们看卢卡斯，他现在出招就已经很绵软了，而且很慢，和前2回合的频繁进攻是不太一样的。这边跳膝打一拳打空了，李龙躲闪非常漂亮，同时近身搂住，拉开距离。这边吃到一拳要小心一点，李龙躲过对手上勾，拼入近身，要找机会看能不能把对手 KO 掉。对手有顶膝，躲过对手的右摆，孤劲的膝顶。裁判叫停了比赛，
是不可以长时间孤镜吸顶的。显然卢卡斯这场比赛有一些违规的小动作，他一直在搞这种擦边的小动作啊。先防对手的前手顶膝，李荣大抛拳，正蹬，先防低扫。我们听到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给力，大喊李荣加油，这是为他注入上生命的活力，给他的体力补充上一身兴奋剂。来了，将对手打到边角之后立马拉开，这波虽然有些跑动啊，但无伤大雅。35秒，李荣先防，对手又是跳膝，非常喜欢用这一招啊。顶膝，对手搂抱，最后的25秒，有没有 KO？ 看李荣接下来的发挥。不过我们从整体来看的话，李荣在前两回合拿到优势应该是要更多的，包括还打出了多次的读秒，这在整体的判定中是占优势的。对手又来跳膝，又来跳膝，看起来时间要悄然结束了。好的，那这样体力打空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判定，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判定环节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来到最后的判定环节了，让我们来看看究竟这场比赛的胜者究竟是谁。感觉李龙的胜算是要大一些啊，我们能看到前两回合他的优势是很明显的，第3回合体力有些打空了，可能比较难讲。一致判定，居然是卢卡斯获胜，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。这场比赛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不认可这个结果。我们在前两回合能够看到李龙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，但结果是非常可惜的。希望李龙能够有机会再进行一次复仇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结束了，不知道各位观众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帮忙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玉峰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再见。